嗨，大家好，我是南岩，欢迎来到科技美学的大家测首发开箱节目。小米手环8啊，应该说万众期待了。为什么呢？在过去这些年啊，它是唯一的在全球销量里面能和苹果的 Apple Watch 去掰掰手腕的智能手环产品，它不是手表啊。那一起来瞧一瞧，来到第8代的小米手环，今年有什么样的变化？来抓紧看一看真机。这包装还是很简洁的啊，不过和之前那种黑色的包装不一样，这次是一个白色的，显得更加青春靓丽一些。小米的 logo 呢也变成了银色的。咱们抓紧开箱。毫无疑问啊，小米手环这些年的销量，我个人觉得可能比小米的手机销量还要再高一点。纸片的部分啊，数据线的部分，这回连数据线都变成白色的了啊！我记得之前版本都是黑色的。首先呢是充电方式还是磁吸式的，但是造型方面有所改变。之前呢是一个圆形的，类似半个豌豆啊，这回呢是一个方形的，感觉更加正式一点。手环本体啊，做工呢还是这种比较精致的，拿出手环。这个感觉啊，相比较于之前确实有一些变化了。首先呢，大家看到第一个印象就是它侧边更加时尚了，高亮的金色的边框，使得整机呢更有很强的这种装饰属性。而且呢，在没点亮之前，它上方的这个弧度啊也很明显啊，这不是一个4曲面啊，是一个全曲面，好像一个水滴滴在这个上面，这可能是真正的水滴屏。好，表带部分呢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种亲肤质的橡胶啊，当然这是一个白色的版本。稍后呢，我们再为大家展示其他的配色。那背面这边啊，你可以看到小米的 logo 以及手环腕带的一个开关，还有传感器的部分，以及充电器的磁吸式的触点的部分。那整个的手环拿在手里呢，仍旧是比较轻的。我们来看一下重量。好，搭配着手环腕带在一起啊，一共呢是25克，还是真的是挺轻啊。我们随便找一个手表，那都是100克、200克以上。一会儿呢，我们再对比一下主流的手表啊、手环它们的外观啊。别着急，咱们先看本次手环本体。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充电的部分，这边呢是一个磁吸的方式，拿过来之后，这样吸过来就可以了，还是比较结实的。初次开机呢，我们需要先连接充电。我们连接小米手机，快速的绑定，整个过程还是非常顺畅的。那如果你是第三方啊，别的手机，那么就需要通过扫码来安装小米运动健康，也是一样的。上下滑动的交互方式，左右滑动的切换功能，右向左滑呢是进入控制中心。基本上啊，绝大多数的手机通知都可以在手环这边来查看。当然，你可以过滤掉一些通知，包括来电提醒。好，配对完成之后呢，就可以显示在这里了。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手机端能够实现的功能啊，包括表盘市场。大家可以看到，虽然才刚刚上线的机型啊，但是呢，表盘已经非常的丰富了。而且呢，我找了半天啊，还没有找到收费的表盘。这里我知道很多同学关心它的屏占比到底怎么样，那这里我们找一个浅色表盘来看一下。好，那下载应用之后我们就看到了它的整机屏占比的一个情况啊，这也是很多同学非常盼望的一个样子。咱们直接点亮，大家可以看到，那基本上算是上边等宽，下边的略宽一点点。来到浅色背景啊，如果你关心它的外观颜值的部分，这里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了。应该说装饰属性还是比较强的啊，特别是结合周边的一个比较大的水滴型的曲面。来吧，同学们，我们已经在浅色背景下了，那满分100分啊，对于它的第一印象颜值，你打几分呢？当然啊，你可以随意的更换其他的壁纸。我自己可能会喜欢这种比较抽象的啊，是不是感觉时尚味道拉满？下滑通知，上滑功能，左滑呢是快捷方式。这边你看，其实换一个不错的壁纸啊，就能形成很好的视觉效果，确实很轻啊。我觉得其实手环和手表呢不是一个互相冲突的啊，它们各自有各自的功能啊。一会儿咱们再来做对比。这里呢，在选项里面是有多种模式啊，包括手环模式、跑步豆模式和项链模式。多种模式呢，搭配不同的配件，能够实现更多的功能啊，这也是这次小米手环8的一个重要卖点。当然你也有更多的表带选择，特别是今年推出了一系列的时尚表带，还是值得关注的啊。当然，你也可以搭配之前的一些简单的表带啊，不过这个金色和蓝色在一起啊，有点怪怪的是吧？其实之前几代小米手环啊，我们就说它这个官方表带有点太枯燥了啊，基本上都是黑色。今年呢，官方推出了一系列的时尚表带啊，时尚腕带，确实，不论是从颜色方面还是从时尚度方面都是拉满的。
估计某些第三方的表带商家表示，小米大哥，你这让我们怎么过是吧？好，外观呢只是一方面啊，这次呢小米手环8也有很多功能上的升级，比如说呢支持了MIUI 手机上的互联互通功能。刚才呢我们快速的和手机配对啊，绑定呢是越来越快捷，也很流畅。不用像以前啊，又扫码啊，又调半天。状态方面呢，也是可以和手机之间互通。MIUI 这边可以直接显示手环的电量还有充电的状态。通过小米的妙享中心啊，我们就可以呢直接去进行手机、电视、音箱、耳机的控制，还可以呢对于小米手机啊、小米音箱啊进行音乐播放、切歌、音量控制等等。这次呢还有一些趣味的表盘啊，比如说在小小的表盘上面玩游戏，这应该是我们平常使用的最小的游戏机了。另外呢，这次小米还和小米运动健康内置的爱动搏击世界来联动，你可以玩这个拳击互动课程。总之呢，大小方面啊，并没有再继续的放大屏幕，但是呢，功能方面确实比之前要更强大了。好了啊，看完了这些核心卖点啊，那咱们就要说一说这个手环和其他的主流的手表也好，或者是大一点的手环，它到底怎么去选择？咱们直接对比你就知道了。这里呢，我们拿出大家非常熟的 Apple Watch， 包括自家的产品啊、友商的产品啊，都摆放在这里。好，那基本上在桌面上你能看到的就是目前市面上最主流的这种智能腕表形态也好，智能手环形态也好，或者稍微大一点的。那怎么去选择它们呢？这里为你详细的去解读一下。首先非常简单啊，如果你想要装饰性的，比如说传统腕表装饰性的，那肯定是还是类似这种，对吧？安卓阵营的腕表啊，或者鸿蒙的腕表，它看起来呢更像是传统的机械腕表的感觉啊，它的装饰属性很漂亮。那么还有呢，就是包括 Apple Watch 也是目前最主流的，当然它是一个方形表盘啊，这是手表这块。但是手表这块呢也是分成两类啊，一个是强功能但是短续航，一个呢是长续航啊，但是功能稍弱，对吧？那如果呢，你不希望啊，平常带着一个200-300克的就感觉很重、很压手的情况下，那手环呢就是另外一个很好的选择，也是很多用户的，包括运动用户的选择。平常戴在手上基本上就没什么压力，甚至都没什么感觉啊，无感佩戴。很多同学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戴表就觉得硌得慌、压手啊，就拿掉了。但是很多同学会带着手环去睡觉，而且一般来说手环的续航时间呢也会更长。简单来说，你希望自己长时间佩戴这个设备的话，那么手环它的无感佩戴效果会更好一点。当然，手环也分好几类啊，大家看到现在有这种比较宽的啊、比较大一点的手环，还有这种稍微小一点的手环。这两方面的选择就很简单了啊。你希望看到更多的信息啊，同时呢，佩戴的感觉方面的话呢，可能会要更加明显一点的情况下，那显然啊，就这边它会更大一点。如果呢还是希望无感佩戴的话，那么小米手环这样的超小型的手环呢，就更满足你的需求。而且今年的话，小米手环8增加的许多功能啊，比如说项链的模式啊，或者是作为运动豆绑在鞋带上的模式呢，也是它目前啊独有的这一个。这些比较大一点的话呢，就很难实现这样的功能。你想象一下，把这个大的挂在这脖子上，可能就不是很美观啊。所以今年小米主打的是一个装饰属性和多功能的属性。最后呢，就是价格方面了。200-300元啊，这边是2-3千元，那我觉得它就没有可比性了，并不是一类的产品了。预算方面呢，也确实是它基本上能够实现我们日常监测的80%以上的功能。而手表这边呢，更多的呢，咱们刚才说了，一个是装饰属性，另外呢是有包括蓝牙通话以及一些更强的功能在内。如果是运动健康监测这边，手环呢已经完完全全可以满足你的需求了。OK 啊，这就是小米手环8，我们就简单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满分100分，最后大家给它打一个分数吧。